捕捉深海巨货的方式，对于世世代代住在海边的渔民来说，可谓是形形色色、千奇百怪。这次居然利用巨型蛤蜊的壳，就可以轻松的捕获海底猎物。运气好的话，随时来一个一箭双雕。老规矩，在射捕之前，当然要准备好捕猎时用到的工具，以及猎物最爱的鱼饵，毕竟也是他们余生中最后的晚餐。胡子哥拿着锈迹斑斑的屠龙刀，正在为小鱿鱼做开边手术，而红衣哥也手起刀落，将一条条体态修长的针嘴鱼剁成肉泥。这次渔民使用的捕猎工具是巨型蛤蜊的壳，在每一个蛤蜊壳上面绑好2个鱼钩，接着将小鱿鱼钩在上面当做诱饵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开始潜水射捕。胡子哥换上衣服，戴上头巾，单手拿着捕猎工具潜入海底，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射捕点。海底鱼群似乎对胡子哥的到来没有一丝恐惧，依然在珊瑚礁石里肆无忌惮地来回穿梭。胡子哥终于找到一处比较合适射捕的礁石缝隙，而且缝隙的大小刚好能放入巨型蛤蜊壳，而系在壳里的2个鱼钩也将其左右分开。这样不但可以提高陷阱的命中率，同时也可以防止2个鱼钩相互拥抱和打结。之前准备好的针嘴鱼肉泥，此时可以大派用场。胡子哥将这些肉泥充分地在陷阱附近散开，这样的好处不言而喻。一个是为了能够吸引小鱼群来此觅食，二是利用小鱼群的数量来引诱和迷惑大鱼前来，让他们误以为这里觅食十分安全，从而放下戒备，提高命中率。胡子哥继续穿梭在海底的礁石之中，一看见合适的射捕地点，便毫不含糊地埋下地雷。你别看红衣哥像个大老粗似的，其实他做事十分严谨。在扩散肉泥的时候，看见鱼钩放置的方位不太理想，立马重新调整。这足以看出胡子哥做事情不会马马虎虎应付了事。为了能更好的生活，渔民不厌其烦地来来回回重复同样的操作，每多投放一个捕鱼陷阱，预示着他们就能够多出一次获得猎物的机会。另一边的红衣哥也没有闲着，他也拿着巨型蛤蜊壳的陷阱，在海底珊瑚礁里四处寻找射捕地点，左选右挑，终于找到一处礁石缝隙比较深的隐秘洞穴。他将巨型蛤蜊壳放在深处，接着理顺好鱼线，摆放好鱼钩，散开肉泥，整套射捕过程行如流水，毫无拖沓。胡子哥和红衣哥继续不厌其烦地设置捕猎陷阱，有的射捕地点开阔，布置起来当然可以轻松搞定，一气呵成。但有些理想的陷阱位置，它的空间狭窄，9曲13弯，你必须将整个人的身体倒立起来，头部与双手同时伸进洞穴，这样才能开始设置陷阱，撒上肉泥。等所有陷阱布置完毕之后，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和运气了。5个小时之后，红衣哥他们再次来到先前射捕的位置，而此时的胡子哥早已带着潜水镜在海面，他左手抓着小船的船头，利用潜水镜不停地观察海底动向。当发现先前的射捕点之后，立马举起右手，示意红衣哥关掉马达，开始丰收。胡子哥来到第1个射捕点，一眼看去，礁石里面似乎水静河飞，毫无动静。伸手捡起巨型蛤蜊壳的时候，绑在一起的2个鱼钩同时勾住了礁石，动弹不得。此时胡子哥为了活跃气氛，还故意对着镜头用双手比划着，示意第1个陷阱捕获了一条大货，以此来缓解尴尬。船上的红衣哥当然也知道胡子哥在开玩笑，故此微微一笑，第1个陷阱就吃了空军。确实不是什么好兆头，但事已至此，捕猎工具也不能丢弃。胡子哥用力一扯，成功收回第1个捕猎工具。红衣哥不信邪，他亲自下水来到第2射捕地点。巨型蛤蜊壳周围安静的令人有点失望，难道又要吃空军吗？当红衣哥探头靠近巨型蛤蜊壳之时，看见一条大鱼泛起滚滚泥尘，红衣哥立马拿起蛤蜊壳拉紧鱼线。此时一条巨大的石斑鱼在洞穴里面
心不甘情不愿地被拉了出来。红衣哥才不管他有多胡搅蛮缠，将其抓到船上才是上上之策。刚浮上水面之时，红衣哥便难掩心中喜悦，立马开怀大笑。而已经成为待宰羔羊的石斑鱼，此时即便张开血盆大口，不断的垂死挣扎，也于事无补，因为他此生的命运就定格在这一刻。船上的胡子哥当然也高兴极了，立马上前施以援手。不过这次有点兴奋过头了，另一个鱼钩恰好勾住了红衣哥的绿裤衩，吓得红衣哥连连高喊起来。这是他们今天收获的第一条石斑鱼。从镜头里看，这家伙，它的重量应该至少也有5斤吧。此时负责摄影的海哥，在高兴的同时，也没能忍住抚摸了几下。红衣哥还没等胡子哥收拾好捕猎工具的时候，趁着鸿运当头之际，便继续下潜收获猎物。熟练的游泳技术是每一个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必备技能。不过这次也是吃了空军，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惊喜的同时，也有失望的伴随。虽然有时候你不想承认，但你不得不去适应。当红衣哥再次检查下一个陷阱的时候，整个巨型蛤蜊壳都被拖进了洞穴，而猎物翻起的滚滚泥尘遮住了整个镜头。无奈转向另一个方向进行拍摄，红衣哥左手拿住蛤蜊壳，右手向前使劲地拖拽鱼线，等慢慢地理顺鱼线之后，一条石斑鱼随即映入眼帘。本以为这次也是只有一条石斑鱼的时候，谁知另一个鱼钩上面也勾住了另一条更大的石斑鱼，2条石斑鱼一前一后的被带上水面。胡子哥看见之后言笑大开，迅速帮猎物脱钩松绑，放进船舱，生怕出现失误白高兴一场。胡子哥摸着目前最大的一条石斑鱼，兴奋的有点语无伦次。这时红衣哥早已继续检查下一个陷阱，不过这次捡起蛤蜊壳和拉紧鱼线所需的力度很小，因为这次的石斑鱼个头很小，而且鱼钩只是轻轻地勾住小石斑鱼的鱼鳃。在将其提起水面的时候，这条小石斑鱼用尽它毕生的精力，最终挣脱了束缚，回归海洋母亲的怀抱里。这时心有不甘的红衣哥立马下潜，向着小石斑鱼躲藏的礁石疾驰游去，企图将其从缝隙里抓了出来。不过很可惜，这条机灵的小石斑鱼早已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。红衣哥也只好就此作罢。俗话说得好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往往失去的东西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的。这下红衣哥在更深的海底礁石里又有了新发现。为了先不打草惊蛇，他还是浮上水面调整呼吸之后再次下潜。正当他用手拿住蛤蜊壳的时候，洞穴里面的猎物立即扬起巨大泥尘，企图借此乱人耳目，趁机逃跑。他们2人相互拉拽，谁也不服谁。双方的第一次较量，最后还是红衣哥败下阵来，因为他怕拉断鱼线之后鱼具两失，再次上浮调整呼吸，是要把猎物收入囊中。红衣哥这次便换了另一个方向，用手反复拨开泥尘，找出蛤蜊壳，然后顺着鱼线的路径开始拉扯。果不其然，这次轻松地将一条石斑鱼拉出了洞穴。而红衣哥为了不重蹈覆辙猎物逃跑，他直接用右手把石斑鱼紧紧地搂在自己腰间上浮水面。这条石斑鱼个头不算最大，但捕捉它的时候，力气却是花费最大的。不过也十分值得，因为石斑鱼的价格也十分可观。在红衣哥捕捉完这条石斑鱼之后，他们今天的捕鱼行动也接近尾声。胡子哥在清点今天的收获之时，开始对所有捕获的石斑鱼进行评估，个头比较小的或者身怀6甲的石斑鱼都一一放生，毕竟细水长流才能源远流长，既能保护海洋生态平衡，同时也能造福人类的子孙后代，何乐不为。时候不早，赶紧上岸迎接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胡子哥急不可待地把今天最大一条石斑鱼过磅，整整有3公斤重，而第2条石斑鱼也有2.7公斤，全部石斑鱼的总价是4320比索。按照今天汇率折算，他们今天的收入有528块人民币，在当地来说，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收入。胡子哥清点钞票之后，众人便来到了小卖店，他们买了半袋大米和1瓶大可乐。顾家的胡子哥
当然也没忘记买一些小零食给自己的小孩。女儿看见父亲，立马上前拥抱起来。看见父亲带回来的可乐和零食，也高兴不已。这样的父亲绝对称职。胡子哥和红衣哥之间的友谊，不容置疑。半袋大米一人一半，当然今天的收入在扣除费用之后，也同样对半分。渔民之间淳朴的友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，你们向往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